外界认为，配合美国推动美日韩三角军事同盟成型，是美国交代给日本的重要任务。日本已经利用东道国的便利，邀请并非七国集团成员国的韩国参会。韩国总统府14号发布消息称，尹锡悦将以受邀国领导人身份参会，并于19号至21号访问广岛。期间，美日韩三国将举行首脑会谈。韩国总统府称，三国预计将就加强合作展开磋商。值得警惕的是，除了朝鲜半岛问题，这次美日韩峰会还将为拜登政府组建对抗中国的联合阵线提供机会。深圳卫视注意到，此次美日韩峰会也是近期日韩两国穿梭外交的延续。自从去年尹锡悦上台以来，快速倒向美国，近期访美签署的华盛顿宣言甚至扬言要引美国战略核潜艇来朝鲜半岛。他还极力修复与日本的关系。目前，日韩领导人已经恢复了中断12年的穿梭外交。但岸田在首尔访问时再次拒绝就二战强征劳工问题向韩方道歉，仅以个人名义表示心痛，引发韩国民众的强烈不满，批尹锡悦是在进行对日本屈辱外交。就在尹锡悦赴广岛前夕，日本现代经济杂志网站又爆出，一名日本执政党自民党议员透露，岸田访韩期间与尹锡悦的会谈内容是由拜登政府编导的。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的说法称，日韩双方事前都被提醒要向美国展示出双边关系的改善。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孙希辉向深圳卫视表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核心诉求是维护和巩固美国的霸权地位，因此美国致力于联合日韩盟友，促进日韩和解，加强美日韩三边合作，以此作为恶华抓手。但日韩两国与美国之间的温差仍然不小。在涉朝问题或对朝政策方面，美日韩三国现在已经基本上可以做到同步同频。那么在对华的问题上，三国在不同领域中是有差距的。比如说在政治领域中，那美日韩三国的态度应该说是日益的在接近。那么在经济领域中，三国存在着明显的温差，尤其是韩国。那么在安全问题上，三国的差距是非常大的。这方面最大的差距呢，还是在韩国，因为韩国是处在朝鲜半岛，而朝鲜半岛是中国这个邻近的这个一个区域。所以呢，以上的这些因素表明，三国在对华问题上很多领域中是无法实现同频共步的。韩国《韩民族日报》近日发文批评日本政府对历史缺乏反思与忏悔。文章指，日本刻意选择在经历过二战创伤的城市广岛举行峰会，呼吁不让原子弹爆炸这种悲剧重演，却对自身的殖民统治侵略亚洲的历史问题视而不见。日本国内的反对声也层出不穷。13号，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赴广岛视察峰会的准备情况，但当地民众却举行集会，强烈反对此次峰会，并打出醒目的"不要七国集团峰会"的标语。日本市民团体和平仓库理事木原茂夫指，七国集团成员国加强在太平洋地区的联合军演，日本还鼓噪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既荒谬又危险。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你好。本周在日本召开的G7峰会已放话要发表所谓经济安保附属声明，强调反制经济胁迫。您对此有何前瞻？好的，主持人。那么 G7财长会呢，已经在日本的新泻落幕。尽管会议声明呢，并没有明确的指向中国，但正是在这次财长会上，美国财长耶伦已经预告，那么即将在广岛召开的G7峰会将会讨论所谓的经济胁迫议程，它的矛头所指，毫无疑问正是中国。换言之，G7峰会将会在国安牌之外，还要对华打所谓的经济牌，或曰经济安保牌。那么后者呢，其实是日方作为东道主专为中方设计的一顶大帽。那么耶伦在记者会上他说的很直白，G7成员国将商讨如何反制所谓中国经济胁迫的议程，也就是他口中的 How to counter China's economic coercion。那么当然了，耶伦他也并不讳言，美方推动G7在经济安保议程上的具体的发力点将是所谓的供应链安全。此前呢，美西方媒体已经在炒作，美方可能在本次广岛峰会期间宣布针对中方聚焦芯片以及人工智能等高科技领域的最新的投资限制措施。最大的悬念不是美方会不会宣布限制令，
那么这实际上已经成为明牌。更大的悬念还在于美方的限制令会在多大程度上裹挟其他的成员乃至更多的发达国家来参与。之所以强调在G7之外要裹挟其他发达国家，那么这也是美国的另一张名牌。路透社前天发自布鲁塞尔的电稿就称说，在G7峰会之后，美国将会于本月30日至31日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召开美欧贸易与技术委员会的第4次会议。国务卿布林肯与欧盟委员会的执行副主席兼竞争事务专员叫维斯塔格将会共同来主持。路透社就称，这次会议将会聚焦所谓的中方非市场行为，并且呢协调对华芯片以及其他敏感产品的出口控制。所以这也是很值得中方重视并且警惕的一个态势动向。今天，发言人汪文斌在外交部记者会上严正回应：经济胁迫的帽子，美国戴最合适。七国集团应要求美国停止将世界分裂成2大市场。您对此如何看？我认为汪文斌今天道出的是世界，尤其是美西方业界的一个共同心声。论经济胁迫、搞贸易与技术霸凌、搅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美国呢确实当得起世界头号颠覆破坏者的恶名。且不说今天汪文斌谈到的美方以广场协议霸凌日本经济与金融利益的往事，那么就说这一次也获得东道主邀请参加G7峰会扩大会的韩国吧。那么韩国总统尹锡悦刚刚访美归来，朝鲜日报在他赴美之前曾经刊出社评文章，它的标题是美方要求韩企为风华做出牺牲，应该以保全损失为前提。那么韩报就在吐槽，韩国半导体企业在遭遇严重的半导体萧条之际，还被迫配合犹如雷区的美国芯片法案，可谓是苦不堪言。那么如果再遭到中方反制的话，势必会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那么这一次尹锡悦他在广岛还会听到让韩企苦不堪言的最新的坏消息吗？汪文斌说，7国集团应该要求美国停止将世界分裂成2大市场。事实上呢，在G7财长会的会场内，早已经有美国大咖在就此大声疾呼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里茨，他曾经担任过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他是美国经济学界的重量级人物。他上周受邀在新谢参会期间呢，就接受了法新社的采访。他警告，美国对华的敌对政策给全世界带来巨大的分裂风险。那么斯蒂格里茨就为此呼吁其他成员G7的这些个成员应该上前向美施压，对美直言，你的所作所为正在让世界分裂成2大阵营，这让我们很难搞。日本作为峰会东道主，近来瞄准中国搞了一系列动作，您又是如何分析？日本的一个底牌很清楚，那么正如美国《时代周刊》上周封面所言，就是要提升日本的安保地位，走所谓的强军之路，在国际舞台上展现强硬姿态。所以这段时间以广岛峰会作为契机，日本的忙于进行各种表演，而且呢都是将矛头指向中国。上周我在节目中也讨论了日本外相林芳正接受美国 CNN 专访时的所谓独家确认，也就是呢要迎来北约开设东京联络处这样一个非常事态。王文斌在外交部的记者会上曾经就此犀利质问，那么日本是否要充当北约推进所谓亚太化的急先锋呢？尤其值得警惕的是，林芳正他在访谈中鼓噪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的祸心。那么还是这位日本外相，上周末他又飞往了斯德哥尔摩参加欧盟与印太国家外长的对话会。他13号在瑞典首都再度将矛头指向中国，鼓吹俄罗斯对乌展开军事行动之后，日本对中俄在亚太的军事合作严重关切，据此欧洲与印太安全态势已经密不可分云云。那么日本外相的这些个说辞坐实了日方要做急先锋的所谓的嘴脸与做派。所以在即将到来的G7峰会上，包括同步上演的美日韩3边峰会，日方作为东道主，他推动的涉华议程搞涉华动作肯定是少不了的。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本周呢实际上将会有2场峰会同步上演，我认为都将会深刻影响并且塑造地区的安全态势。众所周知，除了广岛召开的G7峰会之外，在中国西安，中国与中亚国家峰会也将隆重揭幕。所以这2场峰会其实呢也是在向全世界竖起了一面镜子。作为东道主，究竟谁在鼓吹阵营对抗、搞分裂世界的
小圈子、小集团，谁又在倡导协作共赢，推动地区合作多边治理？那么世界将会在对照观察中找到答案。好的，也谢谢管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